人类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生物，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生存，从平坦的草原到陡峭的山峰，从炎热的沙漠到寒冷的冰川，没有什么地方能够阻挡它们的脚步。但是有些地方却比其他地方更加极端，气候更加恶劣，自然这里的居民也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勇敢。给我点赞，牛100万！长按点赞不松手，香车美女您都有。今天的老套榜，我们就去看看这些地方的这些人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极端的气候中生活的。你可能听说过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，但你知道最寒冷的人类居住地在哪里吗？这个地方既不在南极洲，也不在北极圈，但它却要比北极圈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寒冷。它就是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奥伊米亚康。这里的冬天比你想象的还要冷，它比绝大多数高纬度地区都要更加寒冷，是全世界最寒冷的永久居住地。你可能会好奇，这里到底有多冷呢？这样说吧，这里的气温之低超过了北极，仅次于南极，成为了全球第2寒冷的地区。历史上曾在这里记录到摄氏零下72.1度的超低温度，是目前人类永久生存区的最低温度，它可比你冰箱里的冰块要冷得多了。那么奥伊米亚康为什么这么冷呢？首先，它的纬度很高，达到北纬63.27度，太阳高度角很小，地面获得的太阳辐射很少。其次，它深居内陆，远离海洋的调节作用。本来海洋可以使气温变化温和，而奥伊米亚康这样的内陆地区，它的气温变化幅度只会更大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它处于一个盆地地形，三面被山环绕，这样的地形使得来自西北方向的冷空气容易进入而难以散去，于是形成了一个寒冷中心。在奥伊米亚康生活的大多数是沙哈族人，主要靠饲养驯鹿、狩猎和捕鱼为生。村民对极致的寒冷早已习以为常，这里唯一一所学校只有在温度低至零下52摄氏度的时候才会停课。你没听错，是零下52摄氏度。在这样的温度下，你可能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提上学了。但是对于奥伊米亚康的孩子们来说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。尽管如此，天寒地冻的天气还是会给当地的居民带来许多不便，比如停放在户外的汽车不能熄火，否则你就甭想开着它回家了。这里几乎所有的管线都安装在地下，因为架在天上的话，到了冬天没有几根线能罩得住。这里的居民修建一座普通的房子，通常需要好几年的时间，因为水泥和沙子都会被冻成块状。在户外活动时，如果你没做好防护准备工作，那很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被冻伤。所以说，在有人类永久居住的情况下，奥伊米亚康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寒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也有它的好处，比如说在这里你不用担心流感病毒或其他传染病，在这里你不用担心空气污染或者噪音，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被人打扰或者被人欺负，你只需要和自然和平相处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在这里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或者变老，因为在这里你只需要担心自己能不能活下去。你应该听说过科威特，这是一个位于波斯湾西岸的小国，它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种甜点，但它的气候却一点也不甜。科威特属于热带沙漠型气候，夏季漫长而酷热，冬季短暂而干燥，一年中有半年都是极热的天气。科威特城是科威特的首都，也是这个国家最热的地方。你可能会好奇，科威特城到底有多热呢？我这样说吧，这里的气温之高可以让你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火星上生活。那么为什么科威特城这么热呢？首先，它的地理位置很不咋地，它位于北回归线附近，太阳高度角很大，所以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很强。科威特城的气候类型很极端，它属于热带沙漠型气候，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降水，空气非常干燥，这样就导致了水分蒸发很少，没有云层和水汽来反射和散射太阳辐射，也没有降水来降低气温，所以这里白天非常热，晚上能稍微好一些，相对凉爽，但也冷不下来。因为科威特是一个富裕的石油国家，它的首都建设非常的现代化和奢华，全部是各种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，这就增加了城市的热岛效应。而且科威特城的人口密度又比较大，当地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开车外出，开空调是必不可少的。这样一来，能源的消耗、温室气体的排放进一步加剧了变暖的趋势。
在科威特城，夏季平均气温可以达到45度左右，最高可以达到60度。这温度，沙漠中的骆驼老哥来了都要中暑。而且科威特城的热是360度无死角的热，你甚至会有一种生活在烤箱里的错觉。因为当你想要找个地方躲一下烈日暴晒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科威特城的阴影下也是热的。当你想要喝点水来降降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科威特城的水也是热的。如果你期待来点风吹一吹凉快一下，那你也错了，因为科威特城的风也是热的。总之，科威特城就是一个没有冷却按钮的微波炉。好了，本期的搞套榜就到这里。今天介绍了这2个地方，你认为哪一个天气更极端，更不适合人类居住呢？或者说，如果让你2选1，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地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